你知道历史上最大的有翼动物是什么吗？你又知道它比霸王龙还高吗？它甚至还会捕食霸王龙的幼崽，非常猖獗。鸵鸟在它面前就好比一只小麻雀。长按点赞，赶快来看有史以来最大的10只有翼动物。第10，流浪信天翁。说到世界上现存最大的鸟类，大家都知道是鸵鸟，但是鸵鸟是不能飞行的。那么世界上最大的现存飞行鸟类是什么呢？这就是流浪信天翁，它的翼展最大能够达到3.7米，它们身长大约1.35米，雌性略小，平均体重10公斤，被证实的最高体重16.1公斤。巨大的翼展赋予了流浪信天翁非凡的滑翔能力，它们可以在空中停留数小时而不用挥动翅膀，可以每下降1米的高度滑翔22米的距离，堪称低功耗节能型物种。它们能活60多岁，雌雄双鸟一旦结为夫妻，便会长相厮守，直到一方死亡为止，离婚率大约只有0.3%。有记录表明，一对流浪信天翁共同生活了40年，这在人类看来也是漫长的岁月。第9，阿根廷巨鸟。阿根廷巨鸟是人类已知第2大的飞禽，生活在600万年前的中新世晚期，化石在阿根廷被发现。阿根廷巨鸟是人类已知第2大的禽类，它们非常庞大，站立身高超过2米，双翼展开的长度为5.8至7米，最长能够达到14米，就像一架小型飞机。体重约70公斤，最重可以达到150千克。阿根廷巨鸟的喙角尖呈弯钩状，是典型的肉食鸟类的特征。头骨构造的其他特征显示它一般都会将食物整吞下去。它们繁殖缓慢，大概每2年一次，每次产1至2个蛋，每个蛋重量超过1公斤。雏鸟需要约16个月才能独立，雏鸟需要由父母来照顾，而完全成熟则需要10多年。阿根廷巨鸟可能活50到100年。第8，巨型恐鸟。恐鸟是一种很早以前生活在新西兰的一种大鸟。过去人们一直认为，这种人类已知的最大的鸟的灭绝是因为人类滥杀的结果，但科学家发现，这种鸟灭绝责任并不全在人类身上。恐鸟高度可达3米，比现在的鸵鸟还要高。小型的恐鸟则只有火鸡大小。身高平均约3米的巨型恐鸟中，最大的个体高约3.6米，体重约250千克。在300多万年以前，巨型恐鸟可称得上世界第1高鸟。虽然上肢已经退化，但恐鸟的身躯肥大，下肢粗短。尽管下肢发达，庞大的身躯使得恐鸟的奔跑能力远不及鸵鸟。第7，史氏雷笑鸟。史氏雷笑鸟生活在大约800万到3万年前，是巨型的第7鸟类，至少在2500万年前已出现于澳洲，直到2万6千年前完全绝灭。这种巨大的不飞鸟比普通人还高，以小型直视哺乳类为食。在已知的8个种中，史氏雷笑鸟体型最大，站立时超过3米高，体重可达500公斤重。雷笑鸟类化石的残片早在1839年就已经被发现，可直到现在，关于其行为及生活习性，演化史仍然显得迷雾重重，一直缺乏证据。科学家一直认为，它们有2条强有力的腿飞奔，并不会飞。其腿部为适应快速奔跑的猎物而设计，还长着一些掠食性恐龙一样的爪子作为武器。但别看它那么大，它却是一种食草动物。第6，北风冰龙。北风冰龙与长颈鹿差不多高，腿很长，身体则显得较为短小，其体重可达250公斤，翼展可达10米，生活在大约7700万年前的白垩纪。2019年9月，据外媒报道，伦敦玛丽王后大学的研究人员最近发表论文称，他们通过研究30年前发现于加拿大的寒翼龙属化石，确认一种寒翼龙属新物种，并将其命名为北风冰龙，因为它的骨骼结构与其他翼龙相似。但进一步的研究发现，椎骨周围的骨骼生长和椎骨本身的结构有一些明显的差异，总体骨骼密度更大。这表明，虽然这不是最大的翼龙，但它可能是最重的翼龙之一。专家认为，
它可能会把猎物带到高空的巢穴，防止大型陆生食肉动物的攻击。第5，阿氏翼龙。这种翼龙生活在大约7000万年前的白垩纪晚期，当时的环境比现在温暖，所以丰富的食物使它们能够大量繁殖。阿氏翼龙身高5.57米，翼展长13.59米，体重355公斤。阿氏翼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翼龙。阿氏翼龙是名副其实的空中巨鸟，可对猎物发起致命攻击。同时，这种巨大的食肉性巨鸟与现代长颈鹿身高相近，还可以在陆地上像马一样奔跑。这意味着它很可能比霸王龙还高，比人类高近3倍，体型相当巨大。第4，哈特兹戈翼龙。刚开始，专家认为这是一种大海鸟，易于为食，但随着越来越多该古生物化石发现，最终推测为这是一种巨大的翼龙类，一种以恐龙为食的哈特兹戈翼龙。它们生活在的年代为白垩纪晚期的马斯特里赫特阶晚期，约6500万年前。哈特兹戈翼龙是种大型神龙翼龙科动物，化石发现于罗马尼亚特兰西瓦尼亚。这些化石显示它们是种大型动物，头颅骨的长度约2.5米，翼展可达12米，站立高度可达6至8米高，就像现在的大型鹳，像长颈鹿那么高的鹳站立在面前，长长的鸟喙，可见有多大威胁力。在当时，哈特兹戈翼龙可以轻易捕食恐龙，凭借巨大体型，还有强大的飞翔能力，可以飞到很远很广的地方寻找猎物，寻找小型恐龙为食，是白垩纪末期西南欧群岛上最顶级的猎食者。第3，龙鸟。龙鸟又叫象鸟，主要生活在非洲马达加斯加岛的森林中。龙鸟身高一般为4米，有的可达4.5至4.8米，最高的纪录达5.5米，比新西兰的恐鸟还要高2米。现在世界第1大鸟鸵鸟在它面前就是弟弟。它的体重为450千克左右，在300多年以前，可称得上世界第1大鸟。就连龙鸟的卵也比后2种鸟的大许多。鸵鸟卵平均重约1.76公斤，恐鸟的卵有篮球那么大，而龙鸟卵的大小为30厘米，重量达9至10千克，相当于7个鸵鸟卵或200多只鸡蛋的重量，仅卵黄就有9.4升。但龙鸟的性情温顺，以植物果实为食，同岛上的其他动物一起和谐地生存了很长一个时期。第2，桑氏尾齿鸟。桑氏尾齿鸟是一种史前巨鸟，生活在距今2500万至2800万年前，即在恐龙灭绝之后，却远在人类出现之前。美国科学家根据该巨鸟遗骸鉴定，化石在1983年的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附近被发现，推算出来鸟类的翼展在6.1米到7.3米之间，这个数字超过了之前的纪录保持者阿根廷巨鸟，是现存最大的飞行鸟类流浪性天翁的2倍。或许它会是史上最大的飞鸟。这些化石非常大，挖掘过程中不得不采用了挖掘机助阵。这份保存完好的标本包括完整的头骨和部分翼骨、腿骨，目前收藏于美国查尔斯顿博物馆。这种尾齿鸟的窄长双翼可以让它以极高的效率进行滑翔，可以在开阔的海面上翱翔数公里，甚至不用拍一下翅膀，效率很高。第1，风神翼龙。当人们一听到霸王龙的名字时，就会想到它们是陆地终极猎手，但在2.3亿至0.65亿年前的恐龙时代，生活着一种体型庞大、会飞的爬行动物。它们虽然不会在飞行过程中猎食，却会在陆地上捕猎，而且时常以幼小的霸王龙或恐龙世界中其他物种为食。它就是风神翼龙。风神翼龙分布于北美西部内陆通道附近。龙未成年的个体头骨长1米，翼展达5.5米，成年个体的头骨未曾发现。根据翅骨碎片来看，翼展至少有10至11米，这可是地球有史以来最大型的飞翔动物。它的嘴巴又长又细，口中没有牙齿，而且新陈代谢很快，需要定期进食。风神翼龙身躯为流线型，需要大量蛋白质作为能量。一只不到300斤重的小霸王龙便可被它当成一顿美食。它还拥有巨大的双翼，
这使它非常适合长途滑翔。你觉得它们够大吗？如果它们还活在现代，你会怎么做？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我是所长，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